散财老头子。周良运听闻这个称谓，讪笑一声，自嘲道：我才人到中年吗？好像也够不上老头子这个称谓。说罢，他故作好奇地问：萧先生，不知我是怎么得了这么个外号的？萧长坤见他还蒙在鼓里不自知，便冷笑讥讽道：你刚才不是收了个明代的铜佛吗？周良运点点头，是收了一个，不过严格来说，不是明代铜佛，是一尊北宋铜佛，外加一个明代底座。萧长坤捧腹大笑：北宋，哈哈哈，你是他把我笑死才罢休啊，我的周经理。周良运很是认真地说道：萧先生，那铜佛确实是北宋时期的，不信你进来上手瞧一瞧。我才不瞧。萧长坤撇撇嘴，现在外面都传开了，有人做了个假的明代铜佛，想来古玩街坑一波大的。他先去了吉庆堂，结果吉庆堂的陈经理看出东西有问题，所以没买，然后那人就把东西带到你这儿来了，结果你给买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周良运顿时恍然大悟，心想，看来针对我这件事情并不只是萧长坤和张二毛，吉庆堂的陈宇飞肯定也参与其中了。不过他嘴上却微笑说道：大家都说那铜佛是假的，可我看它一点也不假啊，如果找到合适的买家，还是能卖到很高的价格的。说着，他非常认真地说道：如果这东西的主人知道这东西的真实价值，他的往后余生恐怕都会后悔把这东西以这么低的价格出掉。不过古董这种事情就是买定离手，卖定离手，现在他就算是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后悔？萧长坤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，笑了半天才讥讽道：哎呀，周经理，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不见你，倒是越来越业余了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像不像鉴宝节目里那些拿着狗屎当宝贝的傻屌？10万个专家都说了，那破玩意儿最多只值1块钱，他还觉得能值1个亿，完全是鬼迷心窍了。周良运微笑道：萧先生，古董这一行考验的就是眼力，有些东西你看它的价格在10万，别人看它的价格或许在1000万，不一定看多的就一定是错，只有看对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哎，对对对，萧长坤连连点头，手指点得像帕金森患者一样，身体也跟着一颠儿一颠儿的，口中则不耐烦地说道：你既然鬼迷了心窍，就已经不再是专业圈里的了，我没法跟你聊，完全是鸡同鸭讲。这样吧，你不觉得那东西是北宋的吗？你卖一个试试，你卖一个看看有没有冤种来买。周良运笑道：不瞒你说，萧先生，我刚才就是在找买家，这东西快的话，估计也就1晚上的时间就能出掉，慢的话也不可能超过3天。萧长坤满脸的嘲讽毫不掩饰，语气也充满鄙夷地说道：周良运，今天你打了眼，连人带东西都出了名了，现在市面上都知道你手里的东西是假货，就算是傻子也不可能买你这破玩意儿，你还指望能把它卖掉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5万块钱都卖不出去。说罢，他打量了一下周良运空空如也的珍宝轩，讥讽道：我看你这是把开店的本钱都搭进去了吧？踩了这个坑，你就多长点记性，以后啊，做人低调点儿。别人家打了你一个破花瓶，你就让人追着打人家，干那些坏事儿都是要遭报应的。周良运知道，萧长坤一定是记恨自己当初得罪过他，其实那也并不是自己的本意，只是为了让叶晨得到9玄天金，不得已而为之。于是他向着萧长坤拱了拱手，非常坦诚地说道：萧先生，以前是周某人多有得罪，但当时情况特殊，周某也是为别人打工，很多事情逼到份上不得不为，在这里向您说一声抱歉。说罢，他后退一步，向着萧长坤微微鞠躬，又道：希望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周某一般见识，以后周某可能要长时间留在金陵讨口饭吃，希望咱们能摒弃前嫌，成为朋友。萧长坤笑道：摒弃前嫌没问题，成为朋友不可能，你都这么倒霉了，我也不好再记恨你什么。说着，他话锋一转，冷声道：不过嘛，这金陵
可不是你想留就能留的。这件事情之后，你在这个行业应该是混不下去了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赶紧夹着尾巴离开金陵，甚至离开本省去一个1000公里开外，没人认识你的地方，重新开始，或许还能有口饭吃。周良运微笑道：周某怎么在金陵吃饭，就不劳萧先生您挂念了。只是希望您从这离开之后，不要再针对周某。周某先道声谢谢了。萧长坤撇撇嘴：我大人有大量，懒得跟你计较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说着，萧长坤看着周良运，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模样，咂着嘴道：啧，我还以为你是个高手，没想到这么水，真让人扫兴啊。算了，回家了，拜拜。说罢，他转过身，将双手背在身后，迈着悠闲又得意的步伐离开了珍宝轩。周良运看着他的背影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暗忖，看他现在这架势，应该是已经满意了，不会再跟我计较了。可是如果让他知道这东西卖了多少钱，恐怕他会比以前更恨我。眼见萧长坤走了，叶晨便没再多留，也从茶楼下来，离开了古玩街。等叶晨回到家的时候，萧长坤先他一步，刚把车停好，他整个人容光焕发，大晚上都能看得出那脸色油光锃亮，白里透红，好不滋润。见到叶晨，萧长坤笑着说道：哎呦，好女婿，你也回来了，吃过饭了吗？叶晨随口道：吃过了，你呢爸？萧长坤摸摸肚子，咂嘴道：光忙着挣钱了，还没吃晚饭呢。叶晨明知故问：哟，爸今天是去做生意了吗？看你这精神状态，生意应该进行得不错啊。萧长坤得意地笑道：那是，我很久没出手了，但是我只要一出手，就绝对不会走了空。说着，他推开房门，对叶晨说道：走好女婿，进家当着你妈和初然的面儿，我跟你们好好说说。叶晨点点头，跟着萧长坤一起进了门。一进门，马兰就热情地迎了过来：老公你回来了。说完，看到跟在后面的叶晨，又道：哎呦，好女婿也回来了，你俩这是一起去忙事了？没有，萧长坤笑哈哈地说道：我俩各谈各的买卖去了，只不过刚好前后脚回来。说罢，他一脸得意和兴奋地说道：老婆，我今天这一单买卖挣了20万，而且还是净利润。真的？马兰顿时瞪大了眼，脱口道：就半个晚上的功夫，直接赚了20万，老公你也太厉害了，这钱是咋赚的？坐在客厅的萧初然也有些惊讶，走过来问道：爸，你又做什么生意了？萧长坤笑着说道：也不算啥了不得的事儿，就是靠我的慧眼淘到了一件古董，转手之后一把就挣了20个。说着，他又有些遗憾地说道：只是那个买家经济实力不是太强，我本来想挣他40万的，可架不住他没有这么多钱了，只能少挣一点了。马兰连忙道：妈呀，净赚20万就不少了，很多人累死累活1年还挣不了这么多钱呢。说着，他连忙问：老公，咱明天上午的飞机计划没有变吧？萧长坤道：没变，你放心，明天上午10点半的飞机飞迪拜，头等舱，票已经买好了。真棒！马兰开心的直拍手，咱俩好多年没有出去玩过了，这次一定要好好玩个过瘾。叶晨接过话来道：爸妈，10点半的飞机，国际航班流程又多，差不多8点半左右就得到机场了吧？是，萧长坤道，最迟8点半也得到了，9点50就登机了。叶晨点点头，那明天早上我和初然一起去送你们。萧初然也连忙道：对，我俩一起送你们去机场。萧长坤笑道：那感情好啊。说着，他又忍不住说道：迪拜也不要签证，你俩要没啥事的话，不如跟我们一起去啊，咱们一家人出去旅行多好。马兰一听这话，也觉得非常靠谱，关键是带着叶晨一起，消费购物肯定是叶晨买单，那叶晨和女儿给自己和萧长坤的钱不就省下来了吗？萧初然这时下意识说道：爸，我前段时间一直在美国，公司这边的事情都没怎么问，
我这个当老板的不在，员工们一个个的早就放羊了。我要是再不赶紧盯紧点，把他们的工作状态给拉回来，以后这公司都没法干了。说罢，他赶紧又道，再说了，你和妈不是要去度蜜月吗？我们俩跟着你们也玩不尽兴，所以这次你们就先去玩，等下次有机会了，咱们再一家人一起出去。萧长坤一听这话，便也不再强求，笑呵呵地说道，行，你们年轻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，等事业忙到一定高度，再休息也不迟。说着，他兴高采烈地说道，今天小赚一笔，我现在整个人心情好得不得了，这次出去玩肯定会特别尽兴。哎呀，完美，实在是完美。